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拒绝周末加班，被同事抹黑汇报给领导，领导为了立威，处处针对我，公司周转困难，申请 IP 联名项目救急。这 IP 正是我写的小说，我给他们画大饼，就怕他们吃不下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公司群里发了一条群通知，所有人应公司要求，动员各部门参与网络安全培训，签到未满8天影响年终考评。是我们部门的领导王峰发起的这项培训，他说是他邀请外部专家来讲的，为大家谋福利，但是为了不耽误大家工作进度，特地推到周末进行。希望大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。我看了一眼群消息，感觉小脑萎缩。这年头，驴都要上赶着拉磨了。部门群里的人都是几轮裁员剩下来的，相当听话，满屏收到，没人提加班工资的事。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裁员裁得没人干活了，管理层又要 KPI。整这些形式化的培训考核充数，但是底层员工经济压力大，不敢轻易得罪领导，只能忍让。另一个同事小群活跃起来，开始喷领导喷公司。我也抱怨了一句，谁周末上班呢？耽误我做副业，然后忙别的去了。直到手机开始震动，我一看，王峰在大群我徐树，什么副业比主业还重要啊？副业挣的那点钱能有你工资高？不要给偷懒找借口。我皱起眉头，反应过来我是被同事给卖了，有内鬼。而且群里那么多人都喷公司，只截了我的话汇报给领导，看来我是被人记恨了。不过领导这句话说错了，我的副业不光比主业挣得多，还多10倍不止。我副业写网文，没跟认识的人说过，这行没什么门槛，能混出头很看运气。我属于运气好的，在大站写了几年，不温不火，正好有投资方想开拓新领域来挖人，比我混得好的大神不愿意冒险从头开始。我看上投资方背靠的产业链，了解下来觉得靠谱，第一批就去了，然后写出新站第一个爆款，平台捧流量新星，给资源毫不手软，第2部作品就顺利改编漫画了，是我目前最挣钱的 IP。 小说的女主蕾亚人气很高，有声剧、漫画、动画都有，最近在谈游戏联名。我5年前进入这家游戏公司做 IT 支持，当初我也勤奋，加班加点完成领导定的 KPI， 可是工作是做不完的。领导知道你效率高，分派更多的工作压榨你，结果我体检报告全面超标，脱发一抓一大把，我卷不动了，决定只做自己分内的活。升职加薪是领导给画的大饼，拿命换钱不值。正好我副业写文有点起色，我不焦虑了，精神十分稳定，个人自扫门前雪，平安健康就好。近2年经济形势不好，几波大裁员下来，人人自危，有能力的领导另谋高就，提拔上来的领导王峰没啥本事，只是靠降本增效给公司省了很多钱。我对于这份工作没有野心，也不内耗，干到现在。没想到第2天上班，王峰竟找我谈话。他人过中年，头顶反光，一双吊梢眼，看人总是很着急的表情。我在他对面坐下，他才离开手机屏幕，抬起头来看我。他身上的衬衫扣子似乎会在肚腩处爆开，我不自觉往后挪了挪椅子。徐树，你也是公司老员工了。他用指节敲打桌面，语气烦躁。我实话说了，
其实上一波裁员名单有你，我考虑到你为公司鞠躬尽瘁好些年，要念旧情，跟上面说了你很多好话，这才保住你。其实是因为猜我赔得多吧。他又说，可你最近的产出，还不如实习生呢，还有空做副业，工作也太不饱和了。我都是空闲时间做，并没有影响。王峰打断我，恨铁不成钢地说，空闲时间要积极自我提升，你看看你，工作好几年了，要技术没技术，要管理能力没管理能力，现在外面就业形势这么严峻，你被裁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。我懂了，他是压力我，想塞给我更多工作，这是他一贯的手法，先阴阳，你是垃圾，给足压力，然后劝说垃圾更要奋发图强，主动加班，一人干两人的活，在领导面前多露脸，年终考评才能合格。为了这点屁事约谈我，到底是谁工作不饱和呀？我把手机屏幕贴到他脸上，工作群全是小红点。王总，以后超过10分钟的谈话提前预约，我很忙。他半张着嘴，懵了。我推开门走出会议室，他气急败坏地叫：等等！我听说王峰很记仇，敢顶撞他的员工都被穿了小鞋。我只是个打工的，犯不着勾心斗角，写文的版权收入够我生活了。我先走为上，回到工位我就开始写离职申请书。我对面工位2个老员工在小声讨论，最新一集磊亚出场了，特别飒，是那个叫恕不奉陪的作者写的轻小说改编的吧？最近好像很火。小道消息，我们公司在谈磊亚的 IP 联名呢。我停下打字，望向他们，正巧小白从旁经过，立刻围上来，在聊什么？动漫啊，真幼稚。他看到我，有意无意地提高音量，树哥也写小说呢，你们知道吗？小白刚进公司1年，算是新人，大家都这么喊他。他很活跃，跟什么人都能混熟，工作群里80%都是他在说话。在吗？很急，帮忙，尽快，确定，再说。是他的一套连招，别人找他永远装傻，他找别人催得很急。有时一个早就明确的事情，他又扯东扯西聊了满屏，看得人火大。但王峰经常在会上表扬他，说他表现积极，反馈及时。有一次他又在群里跳，我看不过眼，往前翻出一段聊天记录甩给他，自己看。他沉默了，然后私聊我：树哥，你对我有意见直接说，别在工作群里膈应人，感情他自己装瞎不膈应人，我直击重点就膈应到他了。但我现在很疑惑，我从来没和别人说过我的副业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小白嗤笑一声，我看到好几次了，树哥在空白文档上写小说，不然怎么能装作很忙的样子，一点产出都没有呢？他话中有话，对面2个赶紧埋下头工作，我都是工作忙完偷偷写，这都能被他撞上，蹲我挺久了呀。破案了，内鬼就是他，难怪王峰对他青眼有加，原来他是领导的狗啊。小白来到我这边，我关掉离职申请的文档，又在写呀。树哥，他笑，你写这个能挣多少？连领导都敢凶，有门路也带带我呗，挣个零花钱。我问，你会写网文？小白反问说，这不是有手就能写，那个很火的恕不奉陪，文笔也就那样，我认真写肯定比他还火。那你联系恕不奉陪带带你，找我干啥？小白看一眼四周，突然压低声音，树哥，你也听说了，公司在谈磊亚的 IP 联名，等谈成了，项目组扩招，能多出好几个基层管理的岗位，
到时候我跟领导说说，帮你占一个位置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王峰给他画的大饼。他跟王峰一个给压力，一个给画饼，主打一个里应外合。等他走了，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给我的责编打电话，问磊亚的 IP 联名游戏谈得怎么样。责编还没确定，有好多家游戏公司在争取呢。磊亚的人气很高，上线估计会爆。我们需要综合评估合作方的资质。我问 X 公司有没有申请 ，X 公司就是我现在的公司。责编噼里啪啦一顿找，哦，有的，但是 X 公司资质太差，应该不会考虑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挂了电话，我想到王峰和小白对我的态度，心有不甘。凭什么他是干活的老员工被挤走，跳梁小丑却笑到最后？我不干了，也得他们知道钱难挣，屎难吃。现在小白想让我带他赚外快，领导等着要我的 IP 联名升官发财，不就是画饼吗？我可会了。小白只看到网文赚钱，没看到伴随而来的压力。我能出头，很大原因是新站人少，环境干净。我跟投资方也有点交情。我出名之后就被人盯上了，一个网名叫管杀不管度的大 V， 专爱拿着放大镜挑我的毛病，说我一句对白跟著名话剧的台词很像，扣帽子融梗抄袭。他的粉丝蜂拥去我的书评区骂人，删都删不过来。要是没找到能扣抄袭帽子的情节，就退而求其次，断章取义地说这书不符合现实，作者脑子有大病。一开始我的读者气不过，顺着网站爬过去骂他，但是平台不同，我拿他没办法。粉丝骂战也很败露人缘，影响新书成绩，我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。管杀不管度更嚣张了，在好几个社交平台开账号泼脏水，因为他粉丝基数大，不可避免地给我招了一波黑。评论区看得我血压上升。磊亚有前任，不是处了，祝作者以后也找个贱种女朋友哦。写的一坨屎，爱看的人也是一坨屎。他急了，他急了，他急了，是不是要装抑郁症博同情啊？我的责编劝我，很多人见不得别人过得好，这种事情很常见。用法律手段对付网络大 V 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时间久还影响心情，我的损失更大。现在赚点钱很难，比烂可太简单了。我给小白发消息，可以呀，哥带你做副业。我正好认识一个网络大 V， 你可以直接投稿给他，他给你找资源。小白马上回复，好啊好啊。小白只写过800字高考作文，但他对自己很有自信。他说自己从初中开始，作文就经常被老师上课朗读，亲戚朋友都夸他有作家潜质。我让他先写一个开头看看。小白，你得先告诉我月薪多少，我再考虑干不干啊。我能挣多少也分人，你找工作需要投简历，写网文一样的，你写的文章就是简历，你只管写，写完我找人脉给你推广。小白，哦，写什么主题？高考作文都有题目的，我没有主题，你随便写就行。高考作文要学3年，网文又不用学习，比高考作文简单多了，随便写都能挣钱。小白觉得有道理，说下班就写。我无心工作，下午请假回家，离职申请之后再写吧。我先把剩下的带薪假期休完。没想到下午却出事了，我在家睡到下午5点，醒来后看到几通未接电话，工作群炸了，好多提到我。粗略一看，原来是有人找 IT 加权限，因为误操作，全公司的权限列表都被删了。王峰在群里问是谁误操作的，没有人回，
他们找操作记录，发现是我的账号误操作，于是就要我来恢复权限列表。我下午一直在家睡觉，哪有空去删除他们的破权限？我没回，全公司都无法正常运转。王峰带人着急忙慌地梳理权限，因为时间耽误太久，越来越多部门找上来，连高层都惊动了。高层领导问怎么回事，王峰再次我是这名员工徐树误操作，我们正在紧急修复。我打电话无人响应，你们谁离他家近的，去叫他看看群消息。我真是无语死了，权限列表写在我脸上吗？找到人就能恢复喽。我缓缓打出一个，不是我删的，找我也没用。王峰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不知道开群消息通知吗？现在才响应，别急着推卸责任，恢复业务优先。不愧是领导，轻易就气得人血压上升。我懒得管这些破事，准备退群。就在这时，小白突然说，我找到权限列表的备份了，马上就能恢复。下面同事纷纷点赞。王峰表扬说，很好，你顺便把备份也上传到共享服务器上，大家要学习小白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。尤其是你徐树，写小说讲究无巧不成书，但是现实中的巧合多是蓄谋已久。我上午顶撞王峰，下午就大祸临头。王峰指名道姓地说是我误操作，小白有备份，却迟迟不说，一直等到我冒头后才恢复备份。这下所有仇恨值都集中到我身上，害我莫名其妙地气了一下。幸亏我混迹网络多年，对于栽赃污蔑都习惯了。不过如果陷害我的人是王峰，他有什么好处呢？ IT 误操作影响公司业务，他作为部门领导也要担责呀。难道是小白登了我的账号删的？我直接私聊小白，是不是你登录我账号删的？小白，冤枉啊，我哪知道你账号密码呀？个人账号的密码都重置过，我用随机密码生成器设置，非常复杂。那你怎么正好有备份？小白，我试用期害怕误操作，这些重要文件都备份过一遍，忘了存在哪里了，找了半天才找到。这样，对不住啊，我觉得奇怪，我下午根本没登录过账号，幸好你有备份。王总说的对，我确实该向你学习。小白，没事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职场就是这样，暗地里剑拔弩张，明面上一团和气。我的道歉是装的，他的原谅也是装的，心里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。王峰作为部门领导，有管理员权限，登录其他个人账号不需要密码，只能是他做的，但我没有任何证据。权限恢复后，王峰在部门群里发了一张截图，显示我的账号在下午3点执行了删除操作，登录公司内网需要网络代理，显示的 IP 地址都是办公室 IP， 我根本无从辩解。王峰在群里说，徐树，你整理出一份报告，明天开周会，你在会上复盘一下今天的事故，给大家引以为戒。不是我删的，我复盘什么？王峰，截图上都清清楚楚了，不是你删的，难道还是我删的？我都不想说你是老员工了，这么重要的操作还出错，连个新人都知道备份，你就光知道混日子，怎么混吃等死啊？群里一片死寂，他把话说得这么绝，没人敢出来圆场。小白的私聊框亮起小红点，小白，树哥，我劝你啊，别跟领导对着干，工作圈子很小，王总跟很多领导都认识，会影响你以后跳槽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嘛。好话都让他说完了，可惜是他们先踩到我的底线。
王峰，就你会啊？自己怎么做到这个位置的？没有避数吗？说了不是我删的，少蹬鼻子上脸。王峰急了，威胁让我要么写报告，要么滚蛋。我不写，谁爱写谁写。你刚才那番话惹到我了，明天我最后去公司一天，等着你向我道歉。说完退群，电话号码拉黑，心情不佳。打开手机银行看了眼存款，缓过来了。不久，责编给我打电话，说明天结算最近的版权收入，让我留意一下。第二天我睡到快中午，慢悠悠地去公司。期间我查看收益软件好几次，还没入账，索性开着消息提醒。我刚到公司，王峰马上组织部门周会，都等着我呢。台面啊，所有同事都不敢看我，除了王峰没人说话。他做了 PPT， 简介周末的网络培训，斜着眼睛看我。这个培训是我千辛万苦找来的资源，有的人不懂感恩，还说是耽误他时间，那别人的时间就不叫时间了，真是白眼狼。你以为自己懂得很多？来，徐树，我考你，这都是培训会讲的课题。他说到这份上，我总算知道他陷害我的目的了，是为了给他发起的培训做背书呢，用我的失职衬托出他搞的培训多么重要，绩效更突出。小白应该是看到我在写离职申请，以为我要跳槽。一般来说，员工为了能入职好公司，不敢得罪领导，离职前都会认栽，领导犯的错让底下人背锅，然后开掉。这种事情也不新鲜了。王峰问了我几个刁钻的问题，我两手一摊，他顿时得意起来，满脸红光。徐树，你就混吧，等过几年，别人都升职加薪了，有你哭的时候。主业不上心，还有闲工夫搞副业，那才能挣几个钱。叮叮，手机突然震动，电子音清晰地在会议室回响。3月版权收入100万人民币。哎呀，忘关静音了，鸦雀无声。王峰僵在原地，忘了要说的话。我掏出手机确认了一下，然后语音回复责编：版权收入到账了，没问题，接着谈新的吧。我坐在王峰对面，单手托腮看着他，收获了来自同事们震惊的目光，其中尤其属小白双眼放光。王峰了几声，尴尬地发现没人理他。我冲王峰一扬下巴：你还有问题吗？王峰没有问题了。我站起来，我今天过来是给你一个向我道歉的机会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希望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。我走到王峰身边，低声说道：这样我们以后才有合作的可能。我最后给你1小时。王峰脸色红一阵白一阵，满腔怒火不知道发给谁，但他最擅长捕风捉影。我稍微一暗示，他立刻察觉到什么。我走出会议室，门一关，里面顿时炸锅了，关都关不住。我猜王峰应该会找技术和 HR 深扒我的网络身份，看是不是和 IP 联名有关。我回工位收拾这5年来所有的物品，还真的一点都不留恋。手机收到小白的数条消息，他热情多了。哥，你做副业这么赚，早说呀！你说好要帮我的，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。你先写个开头。小白，我写，我晚上不，现在就写。我收拾完，一看时间才过半小时，就进娱乐室打游戏去了。玩了几把，王峰带人火急火燎地来找我。他们找了一个很隐蔽的会议室，除了王峰，还有 HRBP、市场、运营部几个我不认识的领导。我刚坐下，王峰开门见山地问我：你是恕不奉陪？我点头。王总不是说我做副业是借口吗？这就是我的副业，
别人还不知道我跟王峰之间发生了什么事。市场和运营抢着说，没想到徐老师竟是我司员工，这真是太好了。我笑了笑，现在不是了。他们看向王峰，可是王总说。王峰换上一副谄媚的笑脸，语气轻松。哎呀，一场误会，徐老师早说这层身份，我们也不至于走这么多弯路。听他意思，好像还埋怨我隐藏身份。他是当领导当惯了，事到如今还想甩锅给我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往后一躺，你还有3分钟。王峰额头冒汗，说话也急了起来。徐老师，我司想跟您的 IP 联名，已经申请好久了，贵方一直没有回应。您知道这件事吗？您对我个人有意见，我郑重向您道歉。跟贵方的合作可以避开前嫌吗？这话听着客气，细想处处是陷阱。他把平台不回应的原因归结为我记仇，其他人一听，倒好像是我心胸狭窄了。他要道歉，纯粹是为了公司利益考虑，就算最后没谈成，他也有台阶下了。其实版权合约都是平台一手操办，我说了不算。他这一场自我牺牲演得可真是翻跟头。NBR， 我打断他的表演，伸出一根手指头，我就问一件事，你说实话，是谁登录我的账号删权限的？昨天下午的事情闹得很大，其他人都知道。王峰没想到我用问题回答问题，一时语塞。他转头看见这电脑上开着视频会议，伸手要给他关掉，我一把按住他。最后30秒，是。王峰支支吾吾，我10、9、8、7。他知道我是 IP 联名的合作方，不敢继续诬陷，是我用管理员账号切你的账号删的。我一时糊涂，怕大家被你影响，都不来周末培训，考勤不好看，就想抓你一次失误。我耳边传来其他人倒吸冷气的声音，但是，我只是删除了一个内部文件，没想到公司权限列表有依赖，检测到改动，自动锁定了，所以下午才修了那么久。原来是弄巧成拙，又不好意思说自己不会修，于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这个冤大头身上。我盯着时间，3、2、1，王峰，是我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我站起来要走，时间到了，不算 IP 联名你就别想了。他也起来，椅子带着滚轮滑走，他双膝一软跪在我面前，他抱着我大腿不松手。徐老师，您再考虑考虑，公司现在周转困难，必须拿下这个联名才能恢复啊。您在公司待了5年，怎么忍心看着老东家垮掉啊？HR 小姑娘没见过这场面，她发了半天呆，终于反应过来，合上电脑，视频会议一关，王峰彻底放开，恳求得更卖力了。他哭丧着脸，财报一直跌，再没有起色，就要宣告破产了。外面就业形势这么严峻，同事们找不到好工作，只能去跑外卖，这风餐露宿的，你忍心看他们受苦吗？都怪小白，他一直跟我说您的坏话，我这就把他开了。他人到中年，失业了，很可能就是这个下场。他没有真材实料，仕途是跟公司绑在一起的，求我是最后的机会。我不给他面子，他就用同事来道德绑架我。我一脚踢开他，跑外卖怎么了？比当孙子强。等发展到那一步，我就说是你毁了这次机会，都是你害的。在场的其他人，有人看不下去王峰这副胡搅蛮缠的模样，上来拉住他。我趁机离开会议室，带上我的行李，告别公司。小白还不知道这场混乱，他兴致勃勃地发给我一个文档，写了3000字开头，然后迫不及待地问我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天赋异禀？
没想到我不写作文好多年，一口气就写了3000字。我看了一眼，辣眼睛，光人名就写了半页纸。你这是长篇还是短篇？小白，长篇，大长篇，100万巨著。你这个设定很丰富。小白，那是，我要写名著，跟网上那些粗制滥造的垃圾不一样。我偷笑，但还是哄着他。很好，你再多写点，凑到1W 字，投稿给大 V。小白，啊，要写1W 字，太多了吧？加油，按你这个水平，单字5块钱，1W 字就是5W 块，不比挣工资香吗？小白惊呆，5W 块能挣这么多？金钱诱惑太强，他竟一宿没睡。第2天早上交稿了，但后面全是灌水。我网上查重，竟然有很多是从杂志抄的。他问我怎么样，我赞不绝口。我官军有白金之资，宿更，夜不能寐，一天挣5W，那1个月不就挣150W？小白脑子有点麻了，150W，150W，我给你大 V 的账号，你直接私信他。我找了管杀不管度粉丝量最多的一个账号，这人明面上是一个读物博主，经常在网上指点江山，卖弄才学，粉丝一水儿的吹彩虹屁。小白去私信了，过了半天，说大 V 不理他。树哥，他是不是太忙了，没看到我的私信啊？应该是，总不能是因为你写的不好吧？小白，你们熟，你跟他说声帮个忙。这样，你先在平台上发出来，我转发了他。想来管杀不管度黑我可能是收了钱的，没空搭理小透明。小白在社交平台上放了开头，求大家帮看看写的怎么样。我登录恕不奉陪的账号去给小白点赞，夸了一句后起之秀，他马上火了，以一种他意想不到的方式，在我睡觉前，小白还很得意，树哥，恕不奉陪给我点赞了，那种大作者也夸我写得好，这书应该不止单字5块吧，要是能出版就好了。我立马辞职，这破班谁爱上谁上。我笑说，你不是看不上恕不奉陪吗？小白，他虽然文笔垃圾，但架不住人气高啊，等我火了，说不定还能跟他一个桌上吃饭呢。小白的遐想截至第2天早上，我睡醒，平台上消息炸了，管杀不管度最新一条动态，来看一个自信哥，这年头真是什么牛马都有啊。他挂出了小白跟他的私聊记录，小白自信满满，问管杀不管度能给他多少稿费。管杀不管度笑话他写的是狗屎，小学没毕业。小白不服气，让他仔细看。管杀不管度拿他当乐子，截了几句小白文中的话发出来让粉丝品评。关注他的人有不少写手，看到小白的文都哄堂大笑了，评论区充满了快活的气氛。想靠网文挣钱又看不上网文，这是文青病，得治。他一定是想骗沙哥翻牌子，我不信有人可以这么烂却这么自信。是恕不奉陪夸过他，沙哥才去看的。恕不奉陪不光写得差，眼光也差。要是这么比，恕不奉陪的文都算洗眼睛了。我津津有味地翻了一会儿，小白第一次在网上被人针对，很委屈。他跟每一个笑话他的网友对线，直到凌晨5点。他不知道互联网的恶意是深不见底的，话说多错多，只会招来更多的恶意。有好事的网友摸去小白的主页，扒出了他的现实职业和自拍照，评论区很快从嘲笑文章变成人身攻击。中华男性魅力时刻，是不是现实中的 loser 都想靠网文翻身啊？ loser 到哪儿都是 loser，
兄弟，我要是长你这样，直接重开得了。后来小白解释累了，忍不住开骂，但这些粉丝都是有积累的，骂得比他更脏。即便心大如我，也忍了这么多年才习惯。普通人初次暴露在互联网的黑暗森林中，多半是受不了的。上午我要出一趟门，没有继续观战。责编说，最终有4家游戏公司通过评定，准备现场竞标，让我去看看。我下楼，意外撞见一个人，王峰等在我楼下，一看见我立刻跟了过来。我吃惊，王总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王峰搓着手，徐老师，昨天闹得有些过分了， IP 联名还没有敲定，我们还有谈的机会不是？真是狗皮膏药甩不掉。我微微一笑，原来是 IP 联名的事，我还以为您是来喊我看群消息呢。王峰脸色变了变，您不知道，员工有员工的难处，管理有管理的难处，我也有 KPI 压在身上，不是针对谁。IP 联名谈不下来，几百人要失业，赔偿金都发不出来。徐老师，您跟我们共事这么久，帮帮忙吧。看来我平时的态度还是太和蔼了，让他以为我会关心别人死活。况且领导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，要是正经谈合作，也应该是市场高层跟平台去谈，轮不到他。他这么死缠烂打，无非是想以我为突破口，拉来这个大项目，给自己刷业绩。烦了，我得想办法解决他这个麻烦。王峰见我不吃软的，换了套说辞。徐老师，其实劳动合同有规定，员工工作时间的产出都属于公司财产。你有很多文章都是在上班时间写的吧？这么晚是吧？那我正好就坡下驴。我装作警惕，你要去告我？王峰，不会，我只是提一下劳动合同的规定，所以磊亚 IP 的版权，我们保有一定的解释权。他提到这点，可能已经研究过合同规定，挖好了坑等我跳。可惜 IP 联名这张大饼，就算我送给 X 公司，他们也吃不下。我四下看了看，周围人多，我做出苦恼的表情，叫王峰去咖啡馆详谈。王总，你应该知道，衍生作品的版权我说了不算，就算我想帮公司一把，也是有心无力。王峰发现我开始动摇，很兴奋。徐老师，您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。我，什么办法？王峰，您手里有原著的全部版权，平台只有代理权。您用解约为要挟去跟平台谈判，平台肯定会听您的意见。您坚持要把 IP 联名给我们公司就行了。您把跟平台的合同拿出来，让我们法务看看。我一口咖啡差点喷出来。我上班时他把我当陪衬道具，现在把我当救命稻草，是唯独没把我当成人看呐。我忽然觉得，可能社会的恶意比互联网更深。王峰赶紧找补说，当然，您肯定有好处，平台给您多少分成，我私给您2不3倍。我想了想，可能有风险，我得跟公司法务谈谈。王峰喜出望外，好啊，一起去公司。没想到我又再次回到公司，王峰叫上好几个部门一起谈，他们给我开出优厚的条件， IP 联名的收入给我3倍分成。我继续在公司工作，岗位升到中层管理，没有 KPI， 年薪翻倍，翻译过来就是供着。我答应了，笑着说很满意，但我心里知道，没签合同的保证一律当放屁。开完会出来，到午餐时间了，我去食堂打了一份工作餐，看见小白一个人坐在角落，主动去跟他拼桌。我过去时，小白正愤怒地划着手机。嘿，我能坐这儿吗？小白抬头。哦，树哥，坐吧。我跟你说，
这傻贝网友太气人了，我要找律师告他们，然后跟我大倒苦水。他说这些人P他丑照到处发，严重侵犯他名誉权和隐私权，他要把他们从互联网后面揪出来，降下法律的铁拳。我真诚地劝他，别管他们，别看手机，该干嘛干嘛。小白却丧失了理智似的，不行，凭什么呀？他们以为自己多了不起呀？他们网暴我，不能放过他们。他情绪激动，脖子上青筋暴起。此时他已经听不进去任何建议了，我只能让他加油。我吃完了，走之前对他说，现在你实现了一个梦想。可惜他只顾对着手机狂骂，没听见我这句话。现场竞标会定在明天，我跟责编说了缘由，临时给加了一个名额，但其实只有入场的资格，不在 IP 联名的候选人之列。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王峰，平台同意了，这个 IP 联名内定给你们，但是竞标会提前定好了，你们还是要去走个过场。王峰千恩万谢，我说会跟他一起去。竞标会结束后，现场签合同。王峰问我去竞标会要准备些什么，我不用准备太多，大致介绍下研发和发行的计划就行。最关键的资格评定是单独进行的，已经结束了，明天就是宣布结果。放心，其他公司不知道有黑幕。王峰松了一口气，我笑而不语。等明天看好戏。竞标会终于开始了，公司派了几个部门的高管，我陪同前往，组成一支小队。王峰自告奋勇当主讲人，会场很大，其他候选人都是知名游戏公司代表，他们听说我是作者，纷纷过来跟我寒暄。X 公司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，在这个圈子里排不上号，别人只是礼貌地跟王峰等人打过招呼。王峰冷哼一声，等到签合同的时候，他们就后悔了。想到自己是内定候选人，他不禁春风得意，走路生风。我们落座，王峰抽签抽到最后一个奖，第一位候选者上台，他们诚意满满，现场演示游戏 demo， 磊亚的人物建模、文案、角色配乐都制作完成， demo 非常精美，离成品只有一步之遥。王峰看得呆住了。第二位候选者更是重量级，他们甚至为磊亚专门设计了一个副本。不止如此，这家游戏公司很有影响力，游戏粉丝老早就期盼着磊亚 IP 联名。我欣赏着他们的副本设计，心情愉悦。王峰就坐在我旁边，他汗流浃背了。徐老师，不是说简单介绍下就行吗？我摇了摇头，表示我也不清楚。来之前，我只知道候选人实力强劲，没想到恐怖如斯。就算 X 公司认真准备，跟这些怪物也不在同一个档次。王峰擦汗，强装镇定。呵呵，他们做了这么多，拿不到合同，全都是白费功夫。他肥厚的手掌在桌下磨蹭膝盖，紧张不安，就像是临到毕业答辩发现自己啥都不会的学生。余下的时间都是煎熬。到王峰上台时，他所剩不多的头发都粘在头皮上了。他咽下一口口水，脚步发颤地走上台。他准备了10页 PPT， 他不敢看观众席，一口气念完，台下哗然，有人笑出了声，更多人是困惑。王峰慌了。关键时刻，我站出来解围，大家安静。王总我是认识的，他虽然这次准备的不充分，但胜在对 IP 有情怀。来，王总，我考你，这都是磊亚 IP 相关的问题。我语气诚恳。王峰还站在台上，不知该走还是该留。现场的摄像给了他特写镜头。问题一，磊亚在原文第几章初登场？是什么场景？
王峰，啊，开头3章吧，好像骑了摩托。回答错误，同行们议论纷纷，掏出手机拍视频。问题2：蕾亚身上背负的家族使命是什么？复仇。问题3：蕾亚跟男主后期是什么关系？情侣呀，肯定是。王峰只知道拿下联名刷业绩，根本没了解过角色本身。X 公司同来的高管觉得丢脸，默默离开座位。我无奈地说：“王总，你好歹是来谈蕾亚 IP 联名的，上点心吧。”王峰硬着头皮等到宣布竞标结果，平台宣布2号候选者中标，现场掌声雷动。王峰傻眼了，质问平台：“不是说好了是我们吗？”平台表示：“谁跟你说好了？”我痛心疾首的扶额：“哎，我一时糊涂，以为X公司能胜任。王总，个人有个人的难处，我可不是针对你啊。”王峰气得说不出话，现场的同行都在幸灾乐祸，竞标失败的候选人也很快活。竞标会还没结束，吃瓜视频流出 ，X 公司一举拿下蕾亚 IP 联名，原来是还没睡醒，没想到 X 公司第一次出名，竟然是因为这个视频。X 公司高层震怒，起诉视频主角王峰损坏公司声誉，要他赔偿经济损失。这下真是贷款上班了。后来王峰顶不住压力，主动离职。他走的时候，小白冲过去揪着他领子：“王八蛋，你答应我的管理岗和涨薪呢，自己才是废物中的废物，还看不起别人，我他妈忍你很久了。”王峰受到惊吓：“你有病吧？”他说的没错，小白精神有点不正常了，持续失眠，网络骂战，高额律师费，把小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他被确诊为躁狂症，吃多了药，精神萎靡，尝试轻生，被家人阻止。他的家人搜集证据，告网络大 V 管杀不管度引导网暴致人轻生。我这边跟管杀不管度结怨也深，平台悄悄给这家人买了热搜，助力一把。一经曝光，管杀不管度成为众矢之的，他删号跑路，粉丝也作鸟兽散，除去了他这个毒瘤。我的新书成绩一路高歌猛进，不久之后，蕾亚 IP 联名上线了，上线即大爆，在平台预料之中。X 公司没有拿下这个联名，但也没破产，凑合活着。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，谁也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至于我自己，现在失业在家，看看电影，写写文，养了一阳台的花花草草，日子过得快乐平淡，有些无聊了。下一步准备周游世界，看看不一样的人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